Hello， 我是木界设计的嘉祥。那请问你是？我们是今天开始来见习的见习生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带你们参观公司环境，然后我们就去现场带你们去几个工地看一看。等一下同事们会来这边先开会，然后我们就先做，没关系。在台湾，要成为一位室内设计师，需要具备业务接洽沟通的能力及现场丈量、2D 绘图、3D 绘图等各种绘图的能力，并参与业主沟通确认、现场施工、监造、完成等等工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整理一下我们这礼拜的一个工作。那目前请宏儒的部分，你那边的案子的一个状况现在是到哪里了？我这边设计已经算画的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晚一点的部分我再过去看一下。那韵宇你那边呢？这个案场的3D 目前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针对猫咪层板的部分有做修正。这个木地板的部分它是可以看刮看模的，猫咪的部分是可以使用的吗？没错。好，那快追踪后面的进度。我们今天会议就到这个地方。好。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区域。其实我们室内设计这份工作，从图面的绘制、那3D 图啊、施工图或行政作业都在这边完成。我知道，我们还要去丈量现场，然后跟师傅沟通，以及我们还要去监工他们的进度。哇，我看公司好像得了很多奖哎。对啊，这是公司这几年来大家的努力。那你以前是读美术或是设计相关的科系吗？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不是念相关科系，我是念机械制图的。那是后来到了大学念了室内设计系，才开始进入这个行业。可是，在大一、大二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基础功并不是美术底的，所以一开始念的比较挫折。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是后来到了2年级之后，学了电脑辅助制图这个部分，就是 CAD 这个软体之后，才在学校的部分有比较好的成绩出现这样。那所以其实这个软体它现在电脑跟软体的应用上来讲，在我们行业是很重要的一环。那我们平常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充实自己？我们平常其实可以透过大量的阅读去培养一些设计上的美感啊。其次，我们可以强化自己生活的一些敏锐度跟观察力，可以透过旅游啊、旅行啊，也做一些设计上的启发。这样，等一下我就带你去工地准备一下就可以出发了。我们现在戴安全帽。这里就是我们进行的工地，可以看到现在其实目前我们还在做丈量的动作。Hello， 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注意安全。那这里是我们的施工现场，那它是一个毛坯屋的状态，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先从丈量到放样到制图，所以它整个流程上它非常的繁琐，到整个完成施工，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要去学习的。哇，那像这个是毛坯屋，如果是新成屋，还会有室内设计师的需求吗？如果是新成屋在台湾的话，其实还是会需要室内设计师，因为毕竟我们台湾人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，不像外国，他们可能会自己动手去做，去刷油漆，不管是新成屋还是毛坯屋，都一定还是需要室内设计师的。所以不同国家的文化也是我们学习的课题之一吗？没有错，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，其实我们会有需要很多的设计的养分，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去了解，不管是外国的文化，或者甚至他们建筑的历史等等的，其实对我们以未来在这个行业，在设计手法上都有更多的养分，可以去做不一样的设计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我们另外一个案子，它是一间老屋餐厅，它是卖火锅的。那我们这个餐厅它得到了 TID 的一个殊荣哦。TID？ 什么是 TID 啊？TID 就是中华民国室内设计协会所举办的室内设计大赛。那我们在这个案子得到了3个奖项的一个成绩，我们就赶快去看看吧。哇，原来这里就是茅房哦。对啊，这里就是茅房，它在台南的府东街上。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老屋翻新计划案，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哇，好酷哦！原来老房子也可以改成这样。
对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老房子保留它很多它的东西，那我们也用了很多新的设计在这个地方。那就像看到屋顶的话，其实也是原本的一个屋瓦，然后我们后来再整理过后新增的这个铁皮，然后让它也不会再有漏水的问题这样。所以其实我们室内设计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。那看来我们这个行业是蛮竞争的哦。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现在真的很竞争，因为我们所学的东西也很多。每个人毕竟一间房子辈子就这么一间，那所以他的机会不多。如果说能力不够强的话，其实有可能就毁掉这样的一个案子。所以其实我们就需要去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，让自己的能力再提升，这样才不会亏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或业主。请问嘉祥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需要考什么证照吗？成为一个室内设计师，他需要具备2张乙级的执照，就像建筑系一样，他们也是需要去考建筑师的执照。非本科系的同学，他其实也可以透过上课或补习，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之后，去考取这2张证照。从事我们这个行业其实2大关键。那第一个的话，就是你对人不要怕生，这样。你没有办法对人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与客人沟通啊，或了解客户的需求。那如果说你只能一直在画图的话，你可能就只能当绘图员。第二关键，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对美需要有极大的兴趣。那除了美，还有好奇心。透过环境的影响，对于美感的体验，然后会增加美跟设计的一些想象。那美学能够怎么培养吗？美学培养有一个很大的关键，就是要善用你们的观察力。那不管是在商业、在生活，例如说我们去餐厅或去百货公司，其实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敏锐度。那你必须去学习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体验去尝试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过生活。那透过这些生活经验，就可以更加理解客户的需求。好好过生活。其实空间设计这个行业它是需要对人有极高的一个敏锐度，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，那再把我们的设计理念优化的呈现出来。那期待之后未来可以在这个领域、这个行业可以看到你们发光发热哦。